乌克兰现任方长列兹尼科夫说的一点没错，秋季才是乌克兰无人机量产和大显身手的最佳时机。黑海方向 TB2 复出首秀，炸毁俄军登陆艇；库班方向，乌军已控制罗伯季涅据点，并利用无人机将火炮的组合打击俄军运输线，阻止俄军增援。杀红眼的乌军正继续南下，或将在托克马克与俄军进行决战。乌军成熟的无人机作战体系有多强？无人机经过迭代后有了哪些侧重用途？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谁更难拦截？乌军在加强黑海的军事行动后，俄海军的日子越发困苦。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乌军先用暴风营导弹打击了克里米亚半岛西北角的塔尔坎库特角，并多次派遣小艇试图登陆该地，有多次使用小艇和俄军争夺蛇岛和克里米亚之间的一处被炸毁的石油开采平台。黑海俨然成为俄乌争夺的新战场。几天前，乌军再次动手，出动了一架许久未见的 TB2 无人机，在黑海西北角沿岸摧毁了试图登陆卸货的俄海军 KS-701 登陆艇。导弹准确命中了登陆艇顶棚，引发了剧烈爆炸，最终艇上俄军全部阵亡，变成了渣渣。这是乌军在黑海的又一次重创俄军，同时也是乌军 TB2 无人机复出后首次获得战果。TB2 作为乌军手中最先进且是唯一的察打无人机，在战争初期发挥了巨大作用，帮助乌军摧毁了大量俄军坦克、装甲车和地面部队。但随着俄军防空系统的完善，在单兵防空导弹和铠甲 S1 综合防空系统的打击下，本来数量就不多的乌军 TB2 很快全被击落。虽然此后土耳其对其进行了升级，加强了侦察距离和作战性能，但俄军通过缴获后的拆解分析，有了针对性的拦截方式，迫使 TB2 从俄乌战场逐渐失去了消息。然而几个月后的今天，乌军再次将 TB2 送回来前线，并在复出首秀中获得了如此战果，这对乌军来说可是一个重大的喜讯。虽然不知道是俄军防空放松了警惕，还是 TB2 有了新升级，但可以确定，乌军重获 TB2 的帮助后，将再次具备察打作战能力，今后干扰黑海俄军的行动将变得更容易和高效。乌军利用不对称作战优势，运用无人机持续不断消耗俄军的有生力量。尽管这种小规模的骚扰对整个战局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但持续性的骚扰和偷袭会使得俄军草木皆兵，会给俄军士气带来负面影响，削弱俄军战斗力。如在扎波罗热前线，乌军利用无人机和火炮正不断阻击俄军增援。近2周，乌军在扎波罗热的大举进攻有点小哈尔科夫反攻的意思。乌军在解放罗伯季涅后，开始向其东部的维尔博维和南部托克马克进发，俄军则固守阵地，试图阻拦乌军的进攻路线。然而，在乌军局部地区的兵员、武器数量优势面前，俄军的处境非常困难，每天的损失和消耗都很大。现有大约6个旅2万多的乌军已经杀红了眼，不惜一切代价要拿下维尔博维。惨烈的攻防战让公路两侧尸横遍野，而且为了让乌军坦克能更好的输出，他们还为剩下的32辆豹2坦克贴上了大量豹反装甲，以增加其生存能力。最后，配合着瑞典、波兰、美国等西方国家军援的扫雷装置，不计代价地进行着24小时车轮战。最终，由乌军坦克和步兵战车组成的装甲突击集群成功突破了维尔博维防线。有消息传出，俄军已被赶出维尔博维，但该消息尚未获得乌克兰总参谋部和视觉证据的证实。同时，也有报道称，俄军在奥切列图瓦捷以北的苏罗维金防线现已大部分被乌军主力部队所控制。很多重要的高地和隘口已经落入乌军手中，而俄军为了减少不必要的人员损失，并不打算在此时强行夺回罗伯季涅突出部，而是选择通过大量高精度弹药炮击罗伯季涅地区的乌军阵地和兵力集结点，试图消耗和迟滞乌军的进攻部队，阻止其向外扩大突出部与俄军阵地的接触面。
此外，俄军还试图调集更多的部队来延缓乌军的推进速度，在所有突出部外围阵地严防死守，防止乌军小股部队进行偷袭或渗透穿插。但是，由于乌军控制了周边高地，因此对俄军部队的调动路线了如指掌。俄军在交通线附近的机动常常遭到伏击，如扎波罗热东线战场，乌军第44独立炮兵旅就对一支试图增援维尔波维的俄军车队进行了火力覆盖，当场摧毁了这支车队的主要运输车辆，大批俄军惨死在道路中央。值得注意的是，这次阻击，乌军同样利用了无人机不对称作战优势。在这次炮击行动中，乌军一开始用的还是常规高爆弹进行打击，然后在第65独立机械化旅的空中无人机递进侦察下，确认了乌军炮兵第一轮的打击效果。随后第二轮的炮击换上了 DPICM 级数弹药，从而获得了较大杀伤效果，完成阻击任务。在整个打击过程中，乌军无人机一直在对俄军目标车队进行观测，并及时反馈打击效果，为后方火炮矫正目标位置，而乌军炮兵则根据打击效果和战场实际情况，灵活使用不同类型的炮弹，展示了前后方火力配合游刃有余的状态。这样的作战方式已经成为扎波罗热战场上乌军的常态。由此可见，乌军的无人机战术已经趋近于成熟，其使用的无人机经过战争中的几次迭代，也已经发展出了不同的侧重用途。如乌军炮兵使用的无人机通常会选用一些尺寸大、巡航时间长、偏向侦察的大型无人机。这种无人机虽然价格比较昂贵，但其飞行高度都在500米以上，不易被察觉，可较远距离观察打击效果，并随时向后方通报战况。而负责对地打击的无人机则会选择一些尺寸较小的4轴无人机。这种无人机虽然飞行高度不高，挂载弹药尺寸也不大，但这些经过特殊改装的专用弹药，其打击精度更为精准，配合上专门设计的投弹组件和瞄准程序，这类无人机是指哪打哪，甚至有人将这种无人机称为狙击无人机。在乌军发布的猎杀视频里，我们就经常能看到用无人机精准打击俄军战壕出入口、坦克舱门。同时，这场炮击也反映出目前的俄军野战防空能力已不足以应对乌军无人机的袭击。有人可能会疑惑，巡航导弹都能拦截的俄罗斯，为啥拦不住无人机这种低慢小目标呢？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巡航导弹还真不见得比低慢小的无人机难拦截。巡航导弹的拦截难点在于其巡航高度比较低，一般只有几百米甚至几十米，而陆基远方警戒雷达对这种目标的通视距离很短，各雷达站点留出的空域空白区会比较大，巡航导弹便可利用这些空白区进行突防。但巡航导弹的尺寸和速度要比低慢小的无人机大得多，尤其是它的高压因素，在脉冲多普勒体制雷达上，目标特征极其明显，几乎可以说是一抓一个准。如果高空还有预警机巡航的话，那么在预警机态势感知范围内，对巡航导弹的拦截几乎可以达到100%。同时，这种高压因素目标对于防空系统来讲是最易拦截的目标，几乎所有的防空导弹和自行高炮都可以打击此类目标，只需给一个大概的射向就可以了。如果有空情态势感知系统明确射向，甚至还可以从容安排多轮拦截。但低慢小的无人机除了和巡航导弹一样占一个低字外，它的慢和小才是它不易拦截的重点。速度慢意味着它在脉冲多普勒雷达测距效应不明显，就很难捕捉到无人机；小则反映出无人机雷达反射面积小，这样截获距离就更近。甚至使用一些非金属材料，那无人机就和普通鸟类没有区别，如前2天发生的乌军纸飞机袭击俄军基地事件。因此，巡航导弹和低慢小无人机哪个容易拦截，还真的不好说。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俄军目前不具备全部拦截乌军无人机的能力，即使是他们的首都莫斯科也不行。与俄军薄弱的防空相比，乌克兰在防空方面倒是迎来了一波利好。近日，莱茵金属公司宣布，第一批供给给猎豹防空战车使用的新型35毫米机炮弹药已运往乌克兰，到今年年底总计会援助4万发。猎豹防空战车是1970年代德国莱茵金属所开发的防空战车，设有2门欧瑞康35毫米口径 KDA 机炮，每根炮管射速为每分钟550发，搭配西门子公司的雷达及火控系统，专门打击4000米之下的目标，包括低空战斗机、直升机、无人机等。
之后，随着冷战结束，欧洲普遍裁军，德国也是如此。于是，在2000年左右，德国陆军就将所有的猎豹防空战车进行了封存。直到去年7月，莱茵金属开始向乌克兰提供猎豹防空战车和相应的炮弹，才得以解封。至今已运交46辆。乌克兰相当倚重猎豹的低空防御，它是拦截俄军无人机的利器。此前由于弹药不足，使得他们退出了战场一段时间。但现在莱茵金属公司的援助消息一出，加上乌军 TB2 无人机的复出，俄军之后可能要面临更大的空中挑战。而除无人机作战外，在扎波罗热前线，乌军正借助已经控制的高地和山丘，俯视俄军在新普罗科皮夫卡、维尔波维附近的防线。由于乌军地处高处，视野好，俄军的战壕在眼前一览无余，乌军的榴弹炮和迫击炮自然不会客气，对俄军的战壕发动了多轮轰击。越打越顺的乌军甚至在夜间也对俄军阵地进行炮击，丝毫不给俄军喘息休整的机会。在托克马克方向，俄军正在不断收拢被打散的士兵和积极向该地增援。据梅利托波尔市长伊万费多罗夫透露，每天都有很多的军队来到托克马克和其他城市，俄军正在抓紧时间将这些城市堡垒化。有分析人士认为，托克马克的防守优势尽管没有巴赫穆特那么大，但如果俄军下定决心坚守，乌军要想拿下托克马克，恐怕要耗费很长时间，并付出很大代价。不过好在托克马克现在已经被乌军炮火覆盖，能够破坏俄军对托克马克的增援。据乌克兰国防部发布的战报显示，乌军对俄军后勤补给系统的打击重点是火炮和卡车。乌军本身就有远程火炮的优势，如海马斯的精确点名、英国和法国提供的暴风影和斯卡普 EG 巡航导弹。当然也少不了乌克兰自研的自杀式无人机和改装后的对地攻击版海王星反舰导弹。相信在今后打击俄军纵深、破坏俄军后勤供应时，乌军将更加得心应手。总的来说，乌军在扎波罗热战线发动攻势的同时，仍有余力指挥无人机打击俄军黑海沿岸的军事行动，这展示了乌军持续作战的潜力，而且这样的干扰战术十分有效。据乌克兰国防部发布的一些视频，包括无人机拍摄背负俄军和占领后的俄军攻势等，都显示前线俄军补给已经不佳，缺乏基本的弹药和食物，更不要说干净的饮用水和医疗条件了。好在现在刚进入秋季，如果是冬季简直不堪设想。可以说俄罗斯现在有资源，但无法将其送到前线士兵们的手上，最终逃不过被乌军剿灭和俘虏的命运。好了，关于乌军成熟的无人机作战，大家是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